家里准备迁户口，岂料办手续时却发现自己名下竟然有个12岁的孩子。经调查才发现对方在偷偷白嫖我家的学区房学位，我气坏了，反手报警声称自己孩子丢了。于是，在警方协助下，我直接把孩子带回了自己家。结果这回轮到对方气炸，我悠悠一笑，这才拿到哪？我已经在给孩子办理退国籍手续了。你们名下户口上确实有一个12岁的孩子，叫秦大宝，如今应该是上小学的年纪。听到这话，我和妻子顿时懵了，妻子当场就哭了，大骂我：“你是不是有私生子了？我要和你离婚！”有个蛋的私生子，花了好大力气才安抚好妻子。我又找工作人员确认，你们一定是弄错了，我名下哪来的孩子？而且我也不姓秦，我姓毕。这不归我们管，系统就是这么显示的，一切按系统来。对方漠不关心的话语听得我顿时火大。能查到这个孩子是什么时候迁到我名下的吗？不能。能查到对方现在住在哪里吗？不能。能把他从我的户口上删除吗？不能。你得提供证明文件，证明是非亲生的，才可以删除。我有些生气，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存在，我怎么提供非亲生证明？于是我忍住脾气，继续耐心询问。那请问你能详细说一下这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吗？工作人员闻言竟然嘲笑我说道：“你这人可真有意思，自己的孩子自己不知道，却跑过来问我，这是你的孩子还是我的孩子？这年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都有人找陌生人问儿子了。”被当众嘲笑后，我再也忍不住，攥着拳头砰地砸在桌上，吓得工作人员一哆嗦。告诉我那个孩子的信息。随后从政务大厅出来，我立刻联系了在局子工作的朋友，听他提醒我才反应过来，对方8成是冲着我家学区房的学位来的。我气得牙都快咬碎了，还是朋友提醒我让我先去律所问问。到了律所，律师的话让我们稍微松了口气。你们夫妻名下多了一个孩子，如果真的是计生系统错误，户籍管理部门有义务及时更正，你们甚至可以申请要求相关部门赔偿。但如果这件事是有人蓄意，那就等同于学籍造假，可以在找到证据后发起诉讼。于是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后，我特意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询问他调查的进度。情况不太好，我找到当时负责这块的工作人员，但对方年纪大了，又过了这么久，早没印象了。不过从其他蛛丝马迹来看，这不像意外，是人为的。听完朋友的分析，我和妻子合计了一下，当即有了主意，直接去警局报了案。帽子叔叔，我们的孩子丢了，很有可能被人贩子拐走了。看着帽子叔叔全员出动帮我们找孩子，我和妻子对视一眼，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既然对方把孩子过户到我名下，那我就真把孩子接过来，不虐待他，也不供他上学，就这么耗着，看谁先急。果然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帽子叔叔的电话。是毕先生吧？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情况有些不对劲，你尽快过来处理一趟。当我风风火火赶到警局时，我能明显看出年轻警员的疑惑。毕先生，情况有些不对劲，你确定孩子是你的吗？当然是我的，不然孩子为什么在我的名下？谁会把别人家孩子过继在自己名下？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已经找到了，是在城南一家秦姓夫妻家里找到的。可是男主人秦先生却一口咬定秦大宝是他的孩子，并非是你的。我点点头没有说话，这在我的意料之中。接着我们亲自询问了孩子，孩子同样一口咬定秦先生夫妻是他们的父母。说完，年轻警员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满眼都是质疑。我对此早有准备，缓缓开口：有没有可能我家大宝受到了洗脑或者心理暗示？年轻警员顿时有些发懵。人是有可能被植入某种心理暗示的，同样人也是有可能被洗脑的。这对性情的夫妇精通给人洗脑，恰逢我家大宝三观不成熟，意志力不强，被他们精神控制了。帽子叔叔纠正了一下，眼神之中对于我的说法满是不信。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理论上，那为什么孩子没有随你姓，反而姓秦不姓毕？是我妈说这样起名这孩子好的。我随口胡诌道。可是阿 Sir，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从法律角度来说，孩子在我名下就自然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你仅凭对方的一面之词就质疑我的合法身份？我故意把合法2个字咬得很重。对方与孩子的关系在户籍系统备案了吗？对方与孩子在法律关系上有什么联系吗？对方拥有孩子的合法抚养权吗？没有。但是我有。果然听到我的话后，帽子叔叔陷入了迟疑。就在这时，一个黑黢黢的男人冲了进来，神色激动，满脸愤怒。你说什么呢？我家大宝怎么成你孩子了？姓毕的，做人要讲良心的。我家孩子怎么成你的了？你再瞎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明明是第一次见面，这个黑鬼就知道我的姓名。果然，秦大宝过户到我名下不是意外。你说孩子是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吗？禽兽下意识反驳道。我看着大宝长大，他亲口叫我爸爸，我供他吃供他穿，我要什么证据？我也看着大宝长大，他也亲口叫我爸爸，我也供他吃供他穿，而且我还有证据，秦大宝的户口在我名下。禽兽听到我的话，脸色就像是吃了翔一样难受，而他又不敢说出自己贿赂工作人员篡改户籍，于是禽兽顿时大吼一声就要冲过来揍我，可却直接被帽子叔叔拦下。事情有待进一步确认，你们都回去等消息吧。回到家后，我把情况和妻子简单说了一下，然后吩咐他把杂物间收拾出来，准备让客人住。因为我打听到了禽兽家的位置，第二天我特意请了1天假，专程过来带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亲生孩子回家。刚走进他们家街区，眼尖的禽兽就瞧见了我，当即高喝一声就朝我冲了过来。我以更快的速度扑了上去，下一秒直接把他摔在了地上。此时的禽兽正揉着老腰，浑身发疼，看到我走了过来，更是脸色发黑。说，你为什么绑走我儿子？你不知道秦大宝是我儿子吗？不，大宝是我儿子，不是你的。禽兽弱弱的反驳。大宝是你儿子，你儿子怎么会在我的户口下面？要么是你有病，要么就是违法犯罪，篡改户口。禽兽闻言顿时不说话了，额头冷汗直冒。突然旁边响起了一道声音：不要伤害我爸爸。接着一道黑色的人影就冲了过来，禽兽顿时急了：大宝回去，赶紧回去报警。可处于叛逆期的秦大宝固执地反驳道：我不。接着他便继续冲了过来，我一时没有察觉，结结实实挨了一下，
身上顿时火辣辣疼。我更加怒火中烧，反手一把夺走了木棍，之后更是毫不费力地将大宝牢牢禁锢起来，抬手便教训。看到儿子被揍，禽兽顿时急了，当即就要爬起来继续找我拼命。我直接恶狠狠地瞪着他，我管教我家孩子关你什么事？多事连你一起打。听到我的话后，禽兽顿时蔫了。就在这时，帽子叔叔赶来了，禽兽顿时喜出望外。你们可来了，这人故意伤害我儿子。胡说，那明明是他儿子。帽子叔叔不客气地反驳道。听到帽子叔叔的话，禽兽的脸色顿时涨成猪肝色。大宝明明是我的孩子，周围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我们可以做亲子鉴定。我不屑地掏掏耳朵反驳道。真奇怪，我儿子为什么要和一个陌生人做亲子鉴定？你隔壁老王当多了。我要求带走自己儿子，并申请对秦家人实施抓捕，他家有拐卖儿童的嫌疑。最后在我极力要求下，我成功把秦大宝带走了。可惜帽子叔叔没听从我的建议，对秦家人实施抓捕。对于我带走秦大宝的行为，禽兽自然万分不愿意，但他直接被帽子叔叔以无正当理由、有事可以咨询律师给劝了回去。反倒是他媳妇蛮不讲理，还对帽子叔叔又抓又挠，最后足足动用了4、5个安保人员才成功控制住。事后，我朋友向我吐槽，那个疯女人真难按，比过年的猪都难带。紧接着路上，秦大宝又哭又闹，不停嚷嚷着要回家，直到被我教育了一顿才消停下来。这段时间里，我对于你有合法监护权。意识到这点后，大宝也逐渐安分下来，不再反抗。毕竟他只是个孩子。我把他带回家后，什么也没干，只是关在家里。其实我只打算狠狠教训他们一顿，然后适当索要些精神损失费，再让他们把户口转回去，这事就算了结了。本来以为对方会乖乖就范，可是我低估了秦家人的决心。就在我带走秦大宝的第2天，秦家老太一大清早就带着一群老头老太太堵上门来。小兔崽子，给老娘滚出来，把我孙子还给我！还是不是人啊？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快把人家孩子还回去！如果你们愿意体面，那自然最好；如果你们不愿意体面，那我就帮你们体面。老头老太太的声音极大，很快吸引来不少吃瓜邻居，把整个楼道都围满了。正在吃早饭的我们自然也被惊动了。秦大宝原本无精打采，听到秦老太的声音，立马就要跑出去找奶奶，却被我一把抓住扔回了屋里。老婆，看好这崽子，门外的交给我，一炷香，保证让他们消失。嘱咐好老婆后，我就出了家门。秦老太看到我出来，伸手就要抓，被我一巴掌拍掉。男女授受不亲，别一见面就动手动脚，大清早发什么疯？要哭丧回家去！把我乖孙还回来！如果我乖孙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我一定要你好看。年轻人，你要好自为之，缺儿子可以自己去生，偷别人家的算什么？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我一露面，这群老头老太太就集体开喷，而我则把事情原本的真相告诉了一众老人，可他们的反应却让我大跌眼镜。不就是用了你家学位吗？又不是不还，静几天能怎么着？对啊，做人要有同情心。我们没有学位，借下你家的怎么了？反正你家又没有孩子，怪不得你生不出孩子，心肠这么坏，能有孩子才怪呢。我本以为他们是不明真相被蛊惑，没想到他们不仅知道实情，还选择站在不讲理的一方。想到这里，我直接掏出精神病证明递给众人看。我当然没有精神病，这张只是我在网上随便找了个模板打印的，格式都是错的。这是我的精神病鉴定报告，上面清清楚楚表示我有狂郁症，精神不正常，严重时会控制不住自己，做出不可收拾的事情。你们不怕死就来吧！我高声吼道。随着我的话音落地，场面顿时安静下来。现在的老头老太太精明得很，他们可不会跟精神病耍精神病。你带走我孙子，你还有理了？有本事你动我老婆子一下试试！然而秦老太却没被我吓住，仍旧不依不饶。你说我带走你孙子，你怎么证明那是你孙子？大宝明明是在我户口本上。我从小看着大宝长大的，我证明个屁！你从小看着大宝长大，你从小也看着别人家的娃长大，别人家的娃也是你的。你说秦大宝是你孙子，那你说说他为什么出现在我的户口下面？我又没有孩子，不存在报错的可能。听到我的话，秦老太顿时语塞。毕竟当初把孩子过户到别人名下，是他一力赞成的。反正我不管，你今天必须还我孙子。眼见秦老太又要耍无赖，我也没废话，直接打电话给物业。有人骚扰业主，我要求你们将他们驱赶出去。等物业赶来后，看见要驱赶一群不讲理的老太太，看我的眼神都幽怨了不少。我只能尴尬一笑，承诺道：明年多交物业费。物业没有客气，当即连赶带回。结果我还是高估物业了，他们根本不是这些老胳膊老腿的对手。眼见占不到便宜后，只能悻悻退下。这可助长了秦老太等人的嚣张气焰，直接拿把椅子在我家门口原地一坐。无奈之下，我只能打电话报警。在帽子叔叔的掩护下，这才顺利出门上班。但是妻子却在家里听了秦老太整整1天的怒骂，精神都快恍惚了。当天晚上，朋友特意找到了我，给我分析了当前局势，还给出了不少招，把孩子转学到贫穷山区，或者送到福利院，但都被我拒绝了。这些办法太残忍了，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做不出这种事。最后我们商议，决定给秦大宝退出学籍。我急。就在这时，我竟然接到了禽兽的电话。我要求你上门道歉，赔偿我老娘的精神损失费，你还要把我儿子原模原样的送回来，否则要你好看。你把3鹿奶粉当茶叶喝吧，大晚上说胡话呢。好，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电话那头，禽兽冷冷的声音传来。第2天一早，我就知道他说的不客气是什么意思了。我刚出家门，就发现门上被涂满了不知名液体的混合物，门口被撒满了图钉，门边堆了一大堆垃圾，奇臭无比，上面还爬满了苍蝇。突然，妻子的尖叫声从屋内传来，我急忙冲进屋里，发现卧室的玻璃刚刚被人从窗外砸碎了。当我从窗户往下望时，楼下已经空荡荡的，再无一人。不用说，
肯定是禽兽干的。当我处理好一切，来到单位后门卫说，有个快递需要你签收一下。经过早上的一系列事情，我本能的察觉不对，于是果断拒收了快递。下午同事过来悄悄告诉我，我被匿名举报了。对方以涉嫌贪污公款的名义举报你，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我在公司的岗位是采购，举报采购贪污简直是一举报一个准，可惜他注定失算了。不过我虽然是清白的，但是身处大公司，该有的程序要有，因此我依然陷入了麻烦之中，各种解释、报告、自证忙得我焦头烂额。就在这时，妻子又给我打来电话，你赶紧回家，秦家老太又领着狐朋狗友来家里闹。与之前不同，这次他们还带上了帐篷、行军床以及大量的水和食物。忍无可忍的妻子直接报警，可是当帽子叔叔赶到后，秦老太等人直接躺倒在地上。姓毕的，我告诉你，你一天不把孙子还给我，就跟你没完。还了也不行，还得给我家赔礼道歉，给我乖孙补偿。秦老太嚣张地喊着，还拎起棍子对着我家房门狠狠砸了几下，力气大的让整个房门都变了形。要不我们把小娃还回去吧，就当吃了个暗亏而已。妻子委屈巴巴地说，她实在受不了了。最近整个小区的人都在吃瓜，还在业主群里公然对我家冷嘲热讽，说风凉话。不行，不能还回去，咱们一定要给对方一个难忘的教训。我语气坚定地说，然后直接联系了朋友。朋友也够讲义气，明明知道对方是脆皮老太，还是硬着头皮连下带赶把秦老太他们轰走了。不过我们都明白，这只是暂时的。这里待不下去了，我要带着妻子秦大宝去酒店躲躲，顺便把退籍手续也提上日程。趁着朋友把秦大宝奶奶轰走的空档，我当即回到家里，从杂物间里一把拎起秦大宝。你干嘛？秦大宝被我的样子吓住了，顿时哭了。这些天我一日三餐供着他，虽然他失去了自由，但是也不用上学了。只不过我前几天凶神恶煞的样子，还是给他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干嘛？我冷笑一声，你都是我儿子了，当然要给你改名字了。听到我的话，秦大宝顿时挣扎起来了。不要，我不要随你姓，我不姓毕。可是他的力气哪里比得上我，直接被我强行带走了。他明显多虑了，我可没说过让他随我姓。到了政务大厅，我把户口本递了过来。你好，我要给我儿子改名字。还是上次迁户口的工作人员，看见我竟然把素未谋面的儿子带了过来，眼神之中不由闪过一丝诧异及钦佩。好的，是把秦大宝改名为毕大宝吗？我摇摇头，纠正道，不是，把秦大宝改名为白莱克。工作人员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当即一皱眉，有些不太情愿。这位家长，你确定要这样做吗？你要认识到这个名字可能对孩子未来产生的影响。我点点头，语气不容反驳。确定，这名字多洋气，一听就不简单。见我再三确认，工作人员也没再坚持，当即开始办理手续，很快名字就改好了。不过我这次过来，并非只是为了给秦大宝改名而已。改完名字后，我立马开始咨询。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如何退出国籍。听到我的话，工作人员眼中闪过了一丝错愕，诧异过后，回过神来，开始详细说明所有过程以及所有手续。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退出国籍的前提是已取得外国国籍，或能证明即将取得外国国籍。这个比较麻烦，得出趟国，而且还需要好好为白莱克挑选一个不能退国籍的国家，就伊朗了。回到家后，我与妻子沟通了想法。接下来的几天，我就请假在家，开始在各个隐蔽的角落安装监控。忙完监控的事，护照也正好下来了，我带着白莱克出了国。不得不说，国外的景色确实与国内不一样。白莱克虽然仍气鼓鼓的不说话，但是脚步却明显快了不少，一路上都喜滋滋的。估计这小子还以为我特意讨好他，带他旅游呢。在国外待着的几天，我时常与妻子联系，她也第一时间和我汇报秦家人最新进展。自从妻子住进酒店后，秦家人这几天屡屡碰壁，病急乱投医之下，竟然找来了调解员。秦老太在镜头面前声泪俱下，我们家多么不容易啊，受了天大的委屈。而调解员也自动忽略了把孩子偷偷过户到他人名下的合法性这一问题，而开始进行道德上的调解。这群人真不是东西，一点道理也不讲，光说秦家多么不容易，秦家不容易，咱家就容易。这年头不怕流氓耍无赖，就怕流氓有文化。对此我也只能鼓励妻子再坚持一下。几天后，白莱克终于退出了国籍。回国之后，我又直接带着白莱克去做亲子鉴定，因为只有做完亲子鉴定后，才可以合法的把他的户口删掉。删除完之后，白莱克就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黑户。要是非要读书，那只能去伊朗了。最后一天，当所有手续办完后，我直接打开杂物间，放出了白莱克。被关了接近小1个月，白莱克难以置信的跑出了单元楼，与正要继续上门骚扰报复的禽兽撞了个满怀。禽兽直接喜出望外，儿子，我的好儿子，真的是你啊！你怎么出来了？姓毕的一定是怕了我了。说罢，禽兽也不管今天的目的，兴冲冲地抱着儿子回家了。而我站在阳台，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好戏要开始了。次日，禽兽一家继续送儿子上学，可是送孩子来到学校后，当天就被班主任叫了家长。学校欢迎秦大宝继续就读，但是查不到秦大宝的户口学籍，需要家长补充一下。在户口学籍没有恢复之前，秦大宝是无法继续上学的。禽兽当场就炸了。补充户口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补充户口？禽兽做了这么多违法的事情，就是为了孩子读书，现在告诉他孩子学籍没了，这比打了他还难受。学校凭什么不让我孩子读书？信不信我去教育局举报你们？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听说禽兽差点要攻击班主任，幸亏被请假的体育老师撂倒了。这下轮到禽兽头疼了，天天跑警局、计生委和政务大厅，联系了一大圈，最后电话自然打到了我这里。毕竟他儿子户口的最后一刻是在我名下，而我对于这种电话始终一个态度：不知道，不支持，不配合。气得禽兽当场拿着真理来到了我家，可是却发现我家已经人去楼空。我迁户口了，趁着禽兽被请家长的时间段，我早已办完手续，迁去了新房。
此刻正美滋滋的远程吃瓜，事情整整僵持了1个月，急得禽兽白了无数的头发。最后逼不得已的禽兽发动了超能力，可是上户口的时候却傻眼了，系统显示秦大宝拥有伊朗国籍，国内不支持双重国籍，白花花的银子花了不说，是还没办成。伊朗在哪？禽兽发狂的咆哮声响彻整个大厅。最后认清现实的禽兽终于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灰溜溜的带着白莱克去了伊朗，试图办理退国籍。手续办理大厅里，老外用着加深的中文问他：“你说他是你儿子，那你为什么给你儿子起名白莱克？”禽兽听得一脸头大：“我儿子不叫白莱克，他叫秦大宝。”老外连连摇头，指了指白莱克。就在这时，家乡的朋友给他打来了电话：“老秦，快回来，出事了！前几年咱们违规给大宝偷上别人户口的事被举报了，据说对方手里有实锤证据。”